嘿，欢迎来到丰盛奥文哈。今天要选的3张牌是这3张，1、2、3哈。好，1号牌第一张牌是圣杯10哈。圣杯10代表的是一个圆满欢庆的结局哈。好，你能够跟其他人一起分享你的成果哈，那你的喜悦哈。1号牌的原本的基本的解牌的方式，解牌的道理是这个哈。再来是2号牌。2号牌是金币9，金币9是一张代表你受人赞赏、敬仰跟羡慕的一个荣耀的牌哈。好，再来是3号牌，3号牌是魔术师牌。魔术师牌代表的是4种元素的融合哈，能够让你把一些精神面的东西具体显化成为物质哈。也就是一种靠实力去显化你的愿望的一张牌，好，魔术师牌。好，这3张牌呢，你可以依照它的颜色分配跟它的构图或是角色去选定你想要的号码。如果你需要看久一点，你可以按下暂停，好，然后如果你的目光一直无法离开那一张牌，那就表示你跟它的共振应该是蛮明确的哈，蛮强大的，那你就选它吧。那么选好的话，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从1号牌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他想对你说的心底话，他有什么很想对你说的话还没有说的哈？来，我们今天来帮你探索一下哈，来帮你挖掘一下哈。来，我们先来看看你们2个人之间的能量的流动情况如何哈。好，这张牌比较硬哈。好，来看一下哈。钱币哈。目前你们2个人的能量流动算是不错的啦哈，有很好的基础哈，也有很好的交流哈，然后2个人的相处也算是不错哈。应该是说哈，我不能马上就断定你们2个的相处了哈，但是至少你们2个的能量如果有所接触的话，流动都算是不错的，它会在一个很稳定的土能量开始哈。然后你们2个对于生活对于生活这一面的共识比较高对于未来啊、事业啊这种谈论的比较高哈。其中也是有情感的流动啦，也能够有情感的流动。然后对于未来一个完美的梦想哈，生命的完美结局也非常有共识哈。你们2个对话的时候可以侃侃而谈啦。对于生命的意义这个主题也很有感觉，但是你们更多讨论的是生活面，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好的生活哈，什么是好的未来，比较现实的，比较扎实的哈，比较物质面的，不太是精神面的那一种真相啦。你们比较喜欢那一个哈，有组织性的哈，有理智面的，不是天马行空的那一种啦哈。那么还继续帮你看一下你们2个，我想帮你看一下2个人距离上在之间，15减10，你们2个还是算是比较多但是不是情绪的哈，你们2个是喜欢把事情想的，你们喜欢挑战复杂的事情，可以想的比较多，比较有组织力啦。你们喜欢挑战一些我觉得你们喜欢挑战一些需要排列组合的东西啊哈，就是
你们有能力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哈，因为你本身想事情就很复杂，但是你们更多时候会觉得太简单的东西蛮乏味的，所以你们对于复杂的事情说喜欢把它简单化，把它想清楚这一件事情，非常的感到有兴趣哈。然后你们在生活中都有一个共识，其实现在讲起来都是你们两个啦，因为你们两个都，我看你们两个人有一种很好的默契。概念上价值观都很重哈，你们认为有能力就应该要更多的跟别人竞争，然后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哈，因为你们很相信自己的能力哈。然后呢，你们背后也背负着很多人的期待哈，所以你们也很愿意为别人承受这些啦。其实很多概念比较像是说，你们很想要保护别人，会为别人做更多的时候，所以你们才会更加展现一下自己的企图心跟往外的企图心，但是内在的那一种。你要承受的压力跟一些烦恼哈，你也不会跟别人说，就跟自己承受。所以你们算是一种比较内向的人。所以你们在找到彼此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彼此都有这样子的特性，所以才会感到彼此，才会被彼此所感到安慰啦。哦，这也难怪刚前面的说，你们对于生活跟现实的感觉要求比较契合，也比较要求也比较高哦，原来是因为你们所踩在的基准点，很多时候都是必须要跟蛮多人竞争的，然后不论是生活上、工作上哈，跟这个，因为你们对现实生活的接轨比较深哈，所以你们对于人的样子什么也了解的比较多，自然的你们觉得有任何实力都要发挥起来，然后有少一个东西哈，我看一下这两个中间空着的。对，只能说你们之所以两个人的契合，我觉得更多是因为你们在于，你们对于荣耀，哦，应该说但是也不能说是虚荣，然后就虚荣跟荣耀混在一起。你们对于别人怎么看你，或者在这个社会上你们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你们对自己的要求还蛮高的，你们对自己的要求真的很高。然后，但你们又认为说必须保持这样子的力量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所以当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坏的人啊，你自己不是那么坏的人，然后这个人遇到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其实有一个人跟你蛮像的哈，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不是那么坏的人，你只是在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只是想做在这社会上生存，你只是想要展现更多的能力，然后工作上各种我不努力展现自己的能力，可能就会被吞噬掉，或是被别人看不起，所以你会做非常多的强大力量的事情，然后不管是工作上，或者你会发挥很无尽的才能。可是这情况的是，有可能会被别人讨厌，然后被别人觉得你很遥远或什么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孤单感。所以你们彼此遇到的时候，才发现说，这个人跟你做的事情跟你蛮类似的，观念跟你蛮类似，所以你就找到一种认同感跟依靠。这是你们两个的能量能连接在一起的一个真相了，好的原因。好，来，我再继续帮你翻。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的相处就好了，不要再剖析。想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情况。好，这是你们两个，应该说你们两个虽然在外在表现给别人的情况下，你们算是比较犀利的人哈，比较利落的人哈，能力太强的人哈，大家很怕你们。但是你们两个在自己的相处里面的时候，你们有一些阴暗面、跟一些神秘面、跟一些比较柔软的那一面，彼此都能够接受哈。然后虽然你们彼此都还是算是控制力比较强的人，想控制变化什么，想要控制整个局面，但是因为你们两个的相遇哈，你们在你们的世界里就发现不需要展现这个，你们也不会展现这个，反而会让自己比较退一点，就是让对方来控制，然后轮流控制两个人的关系或什么，因为两个人都非常契合，总觉得在这个世界里，
应该说不是，我觉得你们不太像是找到一个温暖，而是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面有同伴。你们并没有很想要离开那个阴暗的角落，你会觉得那里很宁静、很安静、很自我，哦，不会被打扰哦。你们很习惯那个孤独哈，但是彼此一起出现的时候，真的不是为了取暖，而是更希望的是有一个人能够认同你哦，而不一定是要理解能认同你。所以当你们两个在同一个世界的时候，能找到依靠啦，比较像是依靠哈，比较像是依靠跟能对谈的人，有共同语言的人。那我再看一下，嗯嗯哼，嗯嗯哼。如果以这个方式来看的话，北哈，确实你们两个的情感流，因为说你们的情感的流动跟其他人的做法确实是不太一样哈。跟其他人的情感流动的方式不太一样，因为你们藏在比较下面。但是你们两个彼此相处的时候，情感流动却是非常契合的。但你们不一定是那种黏腻的爱情或什么，而是一种脑内的浪漫哈，脑内的。就是你不两项不是一种肉体的高潮，而是一种脑内的高潮。那个脑内的高潮比较像是说，你们两个有一来一往的对谈的话题哈，然后让你们产生的一种甜蜜感哈，那一种浪漫感跟一般我们所谓的爱情故事里面的浪漫感比较不太一样。你们像是一种脑里的知识面、知识面的交换而产生的一种两个人的一种高度的认同感，而其中这产生的一种性感跟浪漫感啦，哦，那是你们两个的情愫所产生的方法哦，比较特别。选择1号牌，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情况真的比较特别的哈。但是还是必须说哈，你们虽然内在是这样子哈，但是你们不论是内外在，都还是属于一种比较硬的、比较承受很多压力的。我就建议你们更需要更多的释放了哈，因为这边的释放，蛮少的，你们能释放的东西蛮少的。比较少在释放，比较少在释放，把那个水能量各方面都压在很下面，很下面。先姑且不谈论它了，先谈论你哈。我觉得，因为你们的那个风能量和保健能量真的很多，多到就是我觉得事情都用比较分析或是理智方式去判断的时候，有的时候那种感情的直觉、感性的直觉会比较削弱一点，比较削弱一点啊。多使用一些水能量的感性的思维去思考，会让你比较放松啦。虽然你们用风能量去找到答案，去分析事情，找到答案，会让你们有种比较自在哈，比较有畅快的感觉，比较有舒适的感觉、疗愈的感觉。但是你们缺少精神面的直觉的时候哈，你脑子的能量就用太多，脑子能量用太多之后，会习惯性的对于事情要有所证据哈。要有所证明才会相信，这样子的事情，有时候简单的事情，或是需要靠直觉有答案的东西，你们就会比较难感受到，比较忽略了。好，所以你们彼此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尽量少用分析的状态，就是都用一种直爽的感受去理解对方，或是给予答案就好了哈。不要太多的猜测去推测哈。这里有很多这个提醒哈，这里有很多提醒。来，再往下看一下。用另外一个牌来翻哈。大家来捕捉一下两个人的。好，来看一下，刚刚一直忘了说他想对你说的话哈。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哈。讲着就忘记他说的，他想跟你说的话哦。来，帮你翻。好，7哈，对哈。他想跟你说的比较像是说，
是 seven， 可是什么？好，我觉得他可能想跟你说，就是说你有很多的很好的事情，可是你好像我觉得他是关心你的啦，这里是也关心。我觉得他有发现你的缺点，就是他可能发现你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些难题可能有点难以选择，他可能觉得你选择的有点要的东西太多，想要选择的东西太多哈，然后你可以问他，他可以帮助你哈。但是相处起来，所以常常有些东西你没办法听进去，或什么没办法听别人的话，所以希望你能够敞开心房的多听别人的话，因为很多时候别人旁观者给你的意见都是非常准确的哈。他希望你能够在很多选择在犹豫的时候呢，能够多听听他的意见或别人的意见，多听听他的意见或别人的意见，然后他能够很快就可以告诉你呢，给你一个方向。他希望你能够多信任他一点，多信任他一点。其实他在各方面你的问题上，他能够帮你解决很多困难，好，他可以帮你解决很多困难，甚至你很多事情不要烦恼，交给他，他能够帮你解决哈，他能够帮你解决。那你的部分的话，他更希望你能够对于整个世界或对于事情说出更多的勇气哈。他可能有觉得你事情也是常常都分析过头了。其实有时候只要靠着直觉、有勇气的迈向那一步，你就能够找到答案。然后之前想太多、分析太多，可能浪费太多时间，没办法往前。他这边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想太多了哈，想要的东西太多，跟想的东西又太多哈，事情都有点过不度分析，希望你再直接往前一点走就比较好。然后他还有什么想跟你说的？Green face，好，他认为你在生活上、物质上，你都能够显化，你都能够找到你自己想要，你能够达成你想要的梦想，而且他甚至认为你对于你自己内在的价值可以再更确定一点。其实他觉得你很棒哈，你能够做到很多事情，但是你对自己的内在认定的价值可能有点捉摸不定。他希望你再更靠直觉一点、更直接一点的去相信自己哈。其实因为你有一颗，其实你不像你之前外表那么刚硬或是那么硬啦哈，对事情要求太高，分析那么多，其实你心里还是有一个柔软的地方，他有发现哈。然后他也想提醒你说，有的时候一直去思考，把事情想清楚，并不能帮助你太多，它只会让你变得比较慢，而且会卡在那里。回到这里一起后，他真的希望你在于很多选择困难的时候，或是没办法拿定主意的时候，你需要的就只要勇气，闭上眼睛，用直觉去思考你第一个最想要的东西，然后用直觉和勇气迈向那一步就可以了。他这边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蛮了解你的人。刚前面就看了，你们两个有共同的问题或什么，即使他现在告诉你的话，就像是他已经发觉自己的问题，他也找到答案，所以他现在就直接告诉你，我们共同的问题，我们人格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只要多一点勇气，靠直觉往下走。就会比较好了。刚刚这边有讲哈，虽然你们解决事情都是比较靠现实物质面的，你们需要找到比较有证明的东西哈，比如说事情要眼见为凭，然后讲话要有言之有物，要有所根据才会讲。但是你们可能他这边就说，你们可能真的确实忽略了某一些直觉啦，哈，附加于勇气的直觉哈，那个直觉来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猜疑，就利用勇气往前走，往下选择会更好哈，会帮助你们更好，不会让你们常常裹足不前哈。这边有一个这个概念，所以他可能想跟你说的话很多是谏言这个部分，然后但选择1号的朋友，除了我太慢跟你讲，所以他想跟你说话了，可是前面分析出很多你们的问题哈，或是你个人的问题，我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哈，因为前面的复杂性比较高哈，我觉得还是先跟你们讲。那后面这个再翻出来也是，我觉得还蛮吻合的啦哈，蛮吻合的。后面翻出来的也是差不多是差不多是那个方向。所以我大概在猜想，他跟你的关系无论是什么关系，他跟你朋友好友的成分能量还蛮高的。他是关心你的，他也是理解你的。当然，再往下再成为恋人的机会也是有可能，你们是一拍即合，而且是非常相像的个性，而不是互补的个性哈。你们有一种双胞胎的性格，各方面都蛮类似的。做成是最好的朋友是恋人都可以哈，而且你们还蛮理解对方的，还能够给彼此一些建言哈。那如果你是暗恋对方或什么话，你可以试着往前迈开一步哈。对方跟你的思维模式其实还蛮像的，无论是从朋友。
如何开始，其实都可以慢慢的成长哈。就算不变成恋人，变成非常好的朋友、知心的好友，或是能够交谈的朋友，给予最好建议的好朋友也是可以的。你可以试看看，再往前迈开那一步后，多听听自己的直觉哈。好，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哦。谢谢你来听。然后再来，我们是选择2号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他想对你说的心里话是什么哈？好。来帮你先看看你们两个的能量，或者帮你察觉他心里想对你说的话。先看一下你们基本的，能量还不错哈，目前看起来还不错。你们的无论是什么关系，我没有先预定说你们是什么关系，我只能告诉说。你们两个其实是蛮契合的，内在跟对彼此的期待都蛮高的哈，而且已经对彼此，如果你们是接触到对彼此的了解也已经够深，如果还没有，你只是暗恋或什么的话，其实你可以试着去认识他了哈，因为他跟你还蛮多事情可以聊的哈。好，我们先撇开这种，直接讲能量哈，就是说，你们两个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在最早接触、初期接触的时候，就已经有很深的体会了哈。就已经有很深的体会了，所以你们两个还能够彼此帮助彼此的人生了哈。你们是一种有互补概念的感觉啦，因为两个出现的时候，我认为你们是能够达成平衡的哈。这只是初期啊，后面可能还要再往后面的情况哈。两个再往下深入发展的时候，就是再往下发展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感性的面就会出来了，感性的面出来了，然后还会开始要分享一些内在比较沉重的事情哈，然后关系会更进一步。反正你们两个是蛮适合的啦，所以你们可以当成无话不谈的朋友，内在都可以讲很多东西，然后关系才会慢慢的进化。这个感受是不错的啦，只是要小心一点哈，就是有可能会触及蛮深的痛苦。会触及蛮深的痛苦，那个时候要有些心理准备，你不要离开对方，要好好的帮助对方，因为这边有一个平衡感哈，就是你们两个就是两个之间有一个平衡感，你们必须要好好的听对方，帮助对方哈，你们两个有一种注定要互相扶持对方的能量，有在这里有出现一点点端倪，好，只是接近久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会有更深的、更痛苦的内在会浮现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表示你们对彼此的需要非常高哈，那个时候一定要帮助彼此哈。来，再来往下，先翻翻第一波他想对你说的话哈。好，好，他想对你说的话是，他有点概念是说，跟着他哈，跟着他，他可以带你，跟着他哦，你会感到很多幸福跟快乐的事情，然后3的话，你也不用担心有很多事情，他可以帮忙你，你想做任何事情，想干嘛，他都能够帮忙你哈，不要把自己困住，也不要。很多事情都自己忍耐着不说出来，他很希望你说出来，他能够带领你去做很多事情，他能够帮你解决，他能够，你要把他当成是很好的朋友哈。你可以不要除了跟他玩乐之外，你很多的要求、很多的需求，你都会跟着他，他都有愿意，他都有意愿帮你解决哈。来，帮你看一下，4哈。3哦，这边真的你看有出现了哈，他有说内在有很多痛苦难受的事情，也可以告诉他哈，也可以告诉他，他知道怎么用柔软的心意去体会你，去了解你哈。你告诉他，他能够很努力、很棒的跟你体会你哈。他对你有一种很 pure 的
情感啦，那个是很难泯灭的。然后他很愿意保护你，除了帮你去追求你想要的东西之外，他也很愿意保护你只是他有点想要偷偷告诉你说，他可能有的时候方法比较笨啊，做事情比较木讷，没有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灵巧可是他已经很努力在做了，只要你多跟他说，多跟他做他都能够。他都能够奋力的做到。这边想说，奋力做到，他这边有一个不会跟你说的心底话，我觉得他不会说，我觉得你的各方面都很强大的吸引了他，然后把他牵动他很多事情你做很多事情都能够影响到他然后这些都是他不会跟你说的也许他外表也不会展示出来，但是牌里有说他的内在有。他觉得你是迷人的，你很多东西都吸引着他。好，我往这里往下发展下去我往这里从恶魔牌这里往下发展下去。我想要往下看一下他对你的情感的形状是什么。好，恶魔牌我想突然好奇了一下，他对你的情感的形状是什么样子啊，组成啊，各方面这里我说0.6 7太阳。目前先这个看得出来火能量非常多，非常多，非常炙热。他对你是非常炙热，他甚至他可以保护你，你知道吗？他可以保护你而且刚说他对你有一种非常 pure 的感觉，他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有一种，我觉得是有一种他小时候的那一种喜欢整个世界的那一种热情有跑出来你身上有一些很特别的。怎么说？就是他遇到你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更强大了，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更多、更强大了，而且这些事情也没有，然后也这些事情让他有一点认识自己的内在的一个柔软的、比较柔软的心而且他对你有产生一些保护欲啦，他希望能够保护你很多，甚至他还希望能够带你去很遥远的地方去看很多世界什么的。但是总之他对你的想法还蛮多的，对你的幻想各方面，他希望未来能对你做的事情还蛮多的来，我来看一下，我想翻的是现在这10集各方面。其实这里有在告诉我说，其实你们两个在现在很适合进入恋爱关系的初期因为很多能量都已经到点了然后而且情况这个能量在跑的也不是很混乱的，算是比较稳定的在走到一个稳定的关系里。只是我好像有感觉到这些，因为都是他的心底话嘛，所以他的行动上好像都没有做出来，所以你可能觉得，我这边好像有觉得他好像觉得你好像没那么喜欢他，好像他把这些东西都收着了，好像少了一个东西让他往前或是表达他的心意。这里好像没有那么强的能量。那我想想，这个牌我来翻一下这个牌在这里的话，方向感比较不一样。4月份7呀，8，我觉得他有，因为这一题是他的心底话，所以他其实有点找不到方法跟你相处了然后他自己也有一些旧的，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些自卑感，或者他之前有一些受伤的东西，让他没有办法很想对你做什么，他就没什么做。可是其实牌面上有在支持，我跟你说，牌面上有在支持你们两个在一起，好像你们两个的能量，
蛮契合的，是一种比较温柔的能量就我这边看起来两个应该在一起啊，应该要在一起，或是在一起他这边有很多牌，就是你们无论如何都有一个触接在一起，或试着在一起，也不是暧昧不明，就是应该在一起。因为牌面上有很多都很温和都不尖锐，然后彼此是有吸引的，但是彼此又有一些却步。所以如果今天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你们无论是什么关系，我觉得似乎都可以再更紧密一点，再更亲密一点，因为牌面上都是这样子支持的牌面的走向都还蛮好的都没有什么一些阻挠你们这份关系的牌我是希望啦不论你现在这关系是暗恋还是什么，就是如果看2号牌你们都不是确定关系一些关系的时候，我是觉得牌面有在说你们可以再进步一点点，再往前一点，因为现在好像有一点点，我觉得那个害怕恐惧一份新关系，或者恐惧对方，或者恐惧失败的讯号有出现可是他还是比较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接受自己对对方的感受可以试着去交往看看，试着去相处看看，因为好像那一个恋爱水这些能量跟时机点都已经来到了可以试着进一步的感觉里了，而且对方对你的感觉在内在里，他其实对你还蛮多的憧憬幻想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应该会蛮舒服的，应该会蛮舒服的。然后再往下看一下更多，看一下，再看一下，你们两个近期有没有什么好的时间点可以好好的相处什么？看一下，那page cups two。我们以月来说，这边看了这个牌的6个月内他的意思是说你看了牌接下来的2、3、4这3个月，接下来这2、3个月是很有机会2个人发展成更好的关系的，真的还蛮好办的。2个人会突然蛮契合的，或什么，就是你们现在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然后一直这样保持常见面或什么，下个月开始2、3、4也会有一种蛮好的状态，会发生什么？就是你们个情感的交流会甜蜜感会比较高。然后你们2个会达成一种非常高度的默契，想要去哪里或什么都会很想依附对方一起约，怎么样都要约他，然后跟他去哪里，就是2个人会有一种很有共同兴趣的感觉。然后再到了第3个月之后，2个会到了某一种分水岭会突然很想要确定什么？确定关系吗？确定2个人的位置吗？是什么？不知道。这3个月会很好办，但是我跟你说，这3个月发展完之后呢，后面会归零，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错过了那个最好的时间点，然后就会开始归零了。它这个归零会有一种从头的感觉。也没有扣分，也没有不好，但是它就会归零了，好像错过了最好的热点，最好的热点。所以必须说，如果你们现在是暗恋的人，或是还在暧昧或什么的话，下个月开始尽量多一点啦，进一步一点啦，再亲密一点啦，再更靠拢一点，效果真的会比较好。但是我不能说。因为我常常都做的比较保留啦我有时候都觉得说，如果你是还没有确定关系前，我就不会直接把你推进说你们会成为恋人，我最多会告诉你说怎么样也可能是很好的朋友因为要确定关系，它必须要有一个
很特别的浪漫爆发点，才会让两个人确定关系。如果我看到了会说，如果还没有看到的话，我只能说他会慢慢推进，然后可能到最好的朋友，来从最好的朋友，你们会在那个时候会偶然创造出一个时间点，然后变成恋人，也有可能。如果好的能量是往这边走，我就会这样子讲说，你可以往上再更进一步发展，它可能会引爆出一个新的点会出来。然后牌面的趋势是觉得你们应该要在一起，或是可以在一起。牌面刚前面都是这样讲，所以你可以试看看不要有所胆怯。然后他这边其实前面有一个在讲说勇气的牌也有，但是能量比较小，所以我就没有特别讲。但是做这件事情本来就要比较多的勇气嘛，然后不过这3个月还不错啦，因为它这个能量是顺的，是有一种很多好事会发生的，对于你们两个，所以可以试看看再翻3张，看看这3个月。然后3个牌都没有，我大概知道了啦从这3个月之后呢，也许会出现竞争者，是竞争者吗？反正也许会出现别的因素啦，不一定是竞争者啦，就是可能会有别的人出现啦，但不是因为喜欢他或什么，也可能是别的新朋友，他会跟着新朋友一起常出去玩，然后就可能你们的浓烈期可能就是这3个后面可能就会有点疏离，有可能，但是这3个月来说，整个情况都还蛮好的，然后你们两个会变成很好的朋友，也有可能会有机会变成恋人，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很黏腻的感情在这边，这3个月就非常特别依赖对方然后这个能量是火水能量都混在一起表示说情感面是属于一种很热水到烫水的这种很舒服的状态，有点泡温泉冷天泡温泉的感觉这3个月，所以可以把握一下好，刚刚前面讲的比较慢因为有些东西在整理后面就比较清楚比较顺希望你能够帮到你了，希望能够帮到你，可以给你一个有点比较正念的未来好，这就选择2号牌的朋友好，谢谢你来听。好，接下来选择3号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他想对你说的心底话。好，我前面来先帮你预测一下两个人的能量这边大致看一下两个人的能量，再帮你抓你们的关系跟他想跟你说的话好，好，这3张牌的话，好，圣杯5，圣杯，可是说 OK， 好，就你们两个人的5两个人能量蛮不错的啦有一种像朋友又像恋人的感觉，不管现在关系是什么，但是现在关系还不错，都还蛮黏腻的但是你们的关系我觉得更像朋友啦，因为这边有一种旁边有掺了很多人就是说也许你们两个本来建立关系跟认识对方是在一大票的朋友里面认识的，这里一大票可能也可能是一群同事，也有可能是一群同班同学，就是很多人一起啦就是在很多的关系里面，然后产生你们两个有特别的关系存在他在你面前比较像是一个特别亮的人，他可能也在你面前会很像是群体中的领导或什么，但他在群体里，在你来讲，他就是一个特别耀眼的人啦。但是很特别，你们两个本身就有一些特别的联系因为水能量在这边两个有连起来。无论现在的这个空间里面的人数或是关系图非常复杂，但是两个对彼此是有特别的感觉的这边是有特别的感觉的。然后你们的关系也处在一个应该怎么说？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蛮受瞩目的人，蛮耀眼的人，外在各方面都是比较受人喜欢的人啦也没就是说回到你们自己个人的生活或是你们自己上面，我是没有看到什么太多的困难啦。只是现在两个人的能量连接，我必须说两个人能量连接中间太杂了，就是说两个的能量连接并没有马上直通起来，可能就是因为有太多人的声音、太多人的能量混在一起了，所以你们两个并没有直接连在一起你们连在一起。那我来帮你看看他，直接帮你看他想对你说的话
7啊。我这个翻我没有翻到，他想对你说的，让我翻到别的，我先讲别的哈。就你们的关系里面呢，哈，现在你们两个的关系里面确实蛮杂的，就是不是单纯你们中间真的混了蛮多的人，跟蛮多的声音，我觉得蛮多的声音的。这个宇宙的能量各方面有东西，有能力，有力量在帮你们整理。就是说，你们两个的联动不算是连得很紧密哦。我讲一个很简单啦，就是说你们两个中间可能隔了一道小溪或小河，可是上面摆满了垃圾，或是长满了水草，或是石头太多。好，它并不是一个清澈的河水，一个清澈的水，所以你们两个如果只能从水上的倒影看到彼此的话，你们是看不清楚的。但是你们知道，你们有看到这个人，大概是这样子的比喻。我们脑袋出现大概是这样的比喻。你们很想看清楚这个人，很想跟这个人有感觉、有关系，可是因为太多眼前有太多的让你们分心的事情，太多的杂物，让你们无法看清楚对方向有这些。但是宇宙有一个能量正在把整理了哈，还需要一点时间哈，因为他也想要找到一些问题点到底是在哪里，他可能要处理的是别的人或什么。但是你要慢慢期待，因为后面会有一个很好的升华的契机点，但是慢慢等一下它会发生哈，因为水能量在自己整理了哈，在整理，我觉得他在整理里面的可能就整理干净，在整理干净哈，所以他这边还没看到他想对你说的事情，真是有别的讯息出来，我再帮你看一下。这个好抢的话，也就是说，他想跟你说的是，他心里对你有些特别的话想跟你说的是，跟着他，跟着他，然后，他甚至也跟你说不要冷冰冰，他就说跟着他，他不是一个冷酷的人，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人，跟着他，你会发现生活有很多快节奏的事。为什么是这个解释？应该就是说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它能让你感受到生命力。他觉得他很有自信，让你感受到生命，在你枯燥乏味的生活里，他能够带给你非常多的乐趣，带你去很多地方。这边有时带你去很多地方，反正他这边有一个领导你去做快乐生活的一个讯号了。所以所以我才说他想要说你跟着他他牵着你的手走就可以了，他牵着你的手走，这是他初期的想法。这也是看到初期的想法，我再往下挖一下哈，因为这个只是比较，就是说整个文章的第一段我现在可以看到他的第一段的思维是这个，我再帮你往下翻他想跟你说的话，有没有感觉到第二段第一段的思维只有这样，他想牵着你的手去看、去走、去什么，还有没有更多的话？然后这个。看一下，这个牌出来了，刚出来过。这牌也是啊，什么出来？土，再一张，土得到2你本来就是说，我跟你说他的这个很特别，他也只想跟你2个人。他认为他可以只想跟你，他不希望他想要远离这些杂音可是他现在有点动弹不得他想跟你说，请原谅他，他现在有点动弹不得，因为他现在身上有很多外物，现在要处理，希望你能够等待他一下但是他对你的热情跟期待他是没有放掉的，然后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你关系变得比较好了，因为已经到了某些分水岭，他也先忍受不了了，他希望能够跟你2个人独处就好了那这里希望我跟你讲2个人独处就好了。我看一下这里，只是他需要再花一点时间，需要花一点时间跨越一下他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但是你别担心，因为他现在已经都快处理完了他已经认清楚自己想要的事情跟自己想要做的价值了只是现在离
离他想要对你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哈，这边还是有说他需要你再等等他，因为他还没有跨越那一个第一个条件，但他已经很努力了哈。他所谓的跨越第一条线，就是说他现在身上有很多事情在烦他，他没有办法专心对你，然后他身上那些事情都出来后，他就可以专心对你。但是所以需要有一点等待哈，希望你不会觉得很无聊或什么。他这里可是他心里想对你说的哦，这是他心里要对你说的，他对你的期待还蛮高的哈。然后他想给你的东西还蛮多的，但他也知道他跟你的距离还蛮遥远的。这些都仅次于他留在他心里的想跟你说的话或幻想，但他还没有付诸于行动哦。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好像因为这心底话走的模式跟讲起来的逻辑真的比较像是处于他对你的某种幻想而已。哦，那我再帮你看一下他的行动上。他的行动，他想对你做的事情是不是会变化成行动？他想太多了哈。我跟你比如说，他想太多了，他一直没有办法换朝向，他实在想太多，他顾虑太多了哈。他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比较完整，所以他顾虑太多，没有办法。他心里有那个热情跟有那一个想要去做的力量，但是一直没办法实践，因为他实在，他没有做。哎，我必须说你们两个关系的进化哈，他现在很多虽然刚我们前方很多他对你说的心里话，所以他们两个的关系的进化或再进一步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转换的时间点，还没有哈。我觉得因为能量也不足了哈，然后前面有很多的杂音或什么都还在处理中，确实是还没有到。因为所有东西开始要有些能量往下走的时候，就被某些东西阻挡，像这里以后开始要有一些能量或什么，然后骑士也出现了，那个热情跟要做的事情，那个冲刺、那个鲁莽、那个冲刺感。奔放感要出来了，就指针牌就出来，他告诉你说再等等哈，那个关键点还没到。然后刚前面有一个权杖2，再告诉你说有个分水岭哈，它也是卡在那里哦，就是还没有过，有看到也知道了分水岭在哪里，看到关键点在哪里，他也知道自己怎么做，但是还是没有到要跨越的时间点哈，还没有到，所以你要再等等，因为我们现在翻到的都是帮你知道他心里想的话，但是他还没有十足的把握，跟还没有准备好，他还在想。哦，对，还在想，好，那个，还在想，还在做，还在准备，时间大概只来到一半。他的准备以他的时间节奏跟时程来说，目前可能就到一半，或到一半多一点，哈，还没有很多。可是这是他对你的想象，然后他还是有保持很原始对你的喜欢的那一种，他还没有放弃哈，他还没有放弃。就是说，火能量跟水能量都有在，火能量的那个冲动跟那个想对你做的事情，他想要赶快达成，想要接近你那种冲动，在心里是有起来的，而且能量是蛮高的。然后水能量是他到底为什么想要这样对你做，是哪些情分、哪些情愫，他对你哪些喜爱。他知道他要保留在那个很 pure 的状态，就是很原始的状态。当初对你的好感的状态是什么？这样子哈。但是这些都还是心底话，必须要重复提醒你哦，因为他可能在还没有表达出来，或是还没有确定他要表达出来，或者是他心底会有的一些声音哈。不然你看到是这里心里有一些声音哈。来再看一下，还能够挖掘更多。哦，好啦，我确定他在外表上是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目前，因为他藏得非常深，和女祭司牌都跑出来了。这些声音可能是塔罗不小心翻出来了，帮你翻出他内心的声音，可他真的放得非常、非常、非常深，多深？女祭司牌、宝剑9一起出来了，那是多深的一个位置，复杂又深的一个位置。复杂深的位置，那他外在为什么我说没有表现出来？因为那个圣杯国王出现了嘛，他那个稳定外在的那种稳定性，就是他情感他不会宣泄出来，情绪不会爆发，会让你发现那个不稳定，因为他已经是用圣杯国王压着了那一个他要表现出来的，跟我前面讲预测的一样，因为他前面他确实是没有一个很强的能量，是他已经做了，他已经要做了，前面做之后没有，所以最后才直接用圣杯国王来告诉你。
情感的部分、情绪的部分，他就压住了，他外表就是要冷静沉着的一个样子，所以他就是没有，所以他心底藏得非常深哈。所以我们帮你用塔罗挖出这些讯号了，这些语言、这些声音了。我想你也不要去触摸他，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哈。如果他对你有一些动作，或是对你比较好，或是对你比较可能他心里的澎湃会更大，但他外表是非常斟酌的、仔细的对你做，他没有想要乱做哈。来帮你看看两个人的未来的发展哈。发展，好，就这关系，我这边抽给你看，其实就是要你知道说，翻出来看到什么我就讲什么，我没办法一昧的就只告诉你好的结局啦，没办法全部都已经抽完了，不早，就是我已经抽完了一整叠牌，然后打开也没有抽给你看，好像是我安排的，没办法牌面给你看到我抽什么就什么哈。主要还是我想跟你一起去体会一下结局出现的时候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来，我帮你看一下两个的之后的发展哈。好了，你自己看牌，它这里看，圣杯、国王跟皇后都出现，然后魔术师牌也出现哈，然后星星牌出现了。这个牌卡在这里，我必须说，也只能说，你心里所想要显化那件事情，好像还有段距离，还需要一些难受的时刻哈。但是你们两个是契合的，国王跟这边国王跟皇后一起出来，然后你们想要显化的是你想要显化的那个关系是有机会显化的，但是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点变化，才会达到你那个愿望。所以你现在你心里的那一个意念，跟你想显化的事情，多跟宇宙许愿，它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那个人，得到你想要的那个情况。但是我必须说，这里有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某个人，你想要的是那个样子，你想要显化的是那个元素，但是有的时候他最后给你的不一定是那个人，而是给你一个类似的或是相近的元素的结构的那一个人给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期待，我们要放开心胸一下，我们在期待的是那一个好事，而不要制作于特定的人哦。因为有的时候他会安排更好的人，或是更适合你的人出来，然后是跟你的期许是很接近的，好吗？所以开放一个更好的心态更好的心态去欣赏各种的人非常重要而且这也是爱自己的一个方法因为你太执着了，表示你那个失落感跟得失心太高了，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种折磨。你看开放的心态就是说我期待那个美好的结局，可是宇宙带给我任何的好人，我都有一个很善良的角度、很开阔的角度去欣赏每个人的优点，这样你就可以接受各种真正适合你的人出现所以我在强调的是，他这个是说，这也是说你想显化的未来跟什么的，是很有机会显化你想要的那个梦想的。我讲的是人那个恋爱关系，但是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它这里就卡住了。你看它这个距离是一个墙，它需要有人，是一个贫乏的感觉。然后梦想在后面，许愿在后面，表示他在需要还一段时间去熬出来这个梦想，但是会成真的。所以你的意念要加强去度过这一段的难关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增强你的意念，跟你多跟平常多冥想，多跟宇宙下订单啦加强你的意志如果更需要的话，希望你能够清澈的跟你的高我去说你想要的东西让他帮你给予你用一种感恩的心去啦，因为现在能量已经很好了你只要安心的用感恩的心去期待就可以了。你看这翻出来的牌是蛮好的你不一定要，为什么说这个蛮好的？因为显化的这么顺利，显化这么顺利，又有愿望，又有这个，但为什么要这个？因为要平衡，它要有平衡，它一定要有平衡，但这个平衡的难度并不高，它只是希望你再熬一下，还有一段距离，就这样写到3号本的牌，希望你能够理解给你一些正向的未来的期待了，祝福你们祝福你们，谢谢你们来听。